你有没有哪一刻突然间发现自己有好多小缺陷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哪些缺陷而感到自卑，不如别人？小时候呢，我曾经被热水烫伤过，虽然家里人及时带我去了医院，但是我的胳膊上还是留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疤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是会在心里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会格外注意自己有疤这个事情。每年到夏天，无论多热，我都会随身带一件薄衬衫，坐下的时候就披着，站起来的时候就挂在胳膊上，挡住那条沟沟壑壑的伤疤。挤地铁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敢用左手扶栏杆，因为伤疤在我左边的胳膊上，我不想露出来。所以不管路途有多远，胳膊有多酸涩，我都会保持用右手扶挂手的事情。每当别人稍微把眼神投到我的胳膊上，我就会莫名心虚紧张。我猜测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那条疤，满脑子都想象着他会怎么想。大多数时间我会盯着那条疤出神，常常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光滑无瑕的胳膊，而我就不可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一个认识了2年的朋友吃饭，我第一次和他说起我胳膊上的这条疤，但没想到他睁大眼睛惊讶着问我说：“你身上有疤吗？”我把胳膊上的疤揭开给他看，他的表情先是难以置信，再到平静无所谓。他说：“这不就是一条小疤吗？你不说我根本都没有注意到，其实根本不显眼的。”那一瞬间，我才突然之间意识到，我自己以为天塌下来的缺陷，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，而我却因为这个小小的缺陷差点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。我整天脑子里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把自己形容得一无是处。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我自己把它放大了而已。我记得脱口秀大赛里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小佳，他给我留下过很深的印象。因为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造成了身体的缺陷，他说话吐字不清，手也不听使唤。小时候的他一直感到很自卑，不敢跟别人讲话，不敢上台演讲，甚至有一次他去工厂实习，遭到厂里一位阿姨的戏弄。这位阿姨把自己手里2张1块钱摆在小佳面前，故意问他：“你知道这一共有多少钱吗？”小佳这才明白，阿姨是在取笑他手指不灵活，想让他当众出丑。但是面对奚落跟嘲笑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反而学会接纳自己，接纳所有的不完美。他说：“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缺陷，我对我的缺陷释怀，然后跟我笑吧。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游走的我们都不可能做到天生完美，但上天设定我们不完美的时候，总是会赋予我们一些别人没有的特别的东西。就像有的人长了2颗稍微突出的小虎牙，反而看起来更加活泼俏皮。就像有人的脸蛋圆圆的有肉感，但却特别讨喜，特别容易显年轻。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替自己说了算，才能忠于自己，完全把生命打开。动画电影《玛丽和马克思》当中有这样一段话，说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想变成任何一个人，除了我自己。每个人的生命就像很长的人行道，有些很整洁，还有的像我一样，有缝隙、香蕉皮和烟头。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短板、缺陷而轻视自己的生命，然后羡慕别人的。想想看，我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苛求完美，可是很少想过该怎样好好的正视自己，爱自己。人生就像倒车入库，有的人一下子就进去了，有的人虽然要多费几次功夫，多打几次方向盘，但最终也能顺利入库。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，
优势不同，缺陷也不同，去盲目和别人做无意义的比较，毫无意义。我们不可能样样都赢在起跑线上，不可能先天完美，但接纳自己，顺势而为，我们都会到达终点的。所以无论你有哪些焦虑，有哪些不完美的存在，都希望你好好爱自己，和你的瑕疵和平相处，握手言和。